你明明是一只狗，却拥有着6800年的道行，随手一抬便能让祸乱人间的千年大妖生死道消。世人皆以为你是隐世的神明，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68年前，你只是一只差点被乞丐下锅炖了的流浪狗。若不是被进京赶考的穷书生滕子敬救下，自己差点就被乞丐吃掉。之后依靠体内的神奇珠子修炼1年，就相当于其他妖怪修炼100年，这才获得了100倍的修炼速度。在这68年间，曾经的穷书生也已经功成名就，成了造福一方的巴陵郡守。你陪着他走过大好河山，看他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如今垂垂老矣的老人。当滕子敬只剩下最后2年寿命时，他最后一次摸了摸你雪白的毛发，笑着卸下了那身沉重的官服。没有随从，没有马车，他重新背起当年的旧书箱，带着你化作了一堆落魄的秀才与土狗，重走一遍那条跨越了60年的进京赶考路。你们在破庙里救下了险些被乞丐果腹的小黑狗，在兰惹寺外，你抬眼便废去了那祸害苍生的千年树妖。在京城的凉亭里，你收敛了一身妖气，只凭算力便在棋盘上横扫了那些不可一世的京城权贵。这一路，滕子敬是在向着人间告别，而你是在陪他重温那场68年前的初遇。然而凡人的躯壳终究抵不过岁月的侵蚀，游历归来，耗尽了最后元气的滕子敬还是病倒了。那个曾经挺拔匀称、一身正气的读书人，如今虚弱的躺在床上，连抬手摸摸你都变得费力。就算是用珍贵的药材吊命也没用，反而会透支元气，加速死亡。生死由命，你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几个字的沉重。你纵然有着滔天的妖力、惊世的道行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好的朋友一步步走向死亡。滕子敬虚弱地躺在床上对你说：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还有1年多的时间，等我死后你就离开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不用为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子孙绊住了自己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相比他们，我更希望你能过得快乐，因为这一生陪伴我最久、对我最好、最懂我的终究是你啊。”你沉默了。是啊，你们相依为命，肝胆相照，即便是最落魄的日子也不离不弃，一起走过了60多年的风霜。人世间能有多少这样真挚的感情？不说话，就当你答应了。滕子敬笑着说道：“我累了，先休息吧。”你低声说道：“好，好。”滕子敬疲惫地闭上眼睡着了。时光荏苒，1年多过去了。这1年多以来，滕子敬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，只有少部分时间清醒。而你一直陪在床边，滕登臣夫妇也经常伺候在左右。孙女滕青青有时来找爷爷玩，听说爷爷要死了，伤心的哇哇大哭。小女孩甚至抱着你的腿，求你救救爷爷。对此你既心酸又无奈，这世间有谁比你更在乎他？最后几个月，滕玉秀也带着丈夫钟无泪从春江郡赶来探望父亲。钟无泪有军务在身，看望之后就赶回去了，而滕玉秀却是长期留在了滕家，要陪伴父亲最后的时光。这一天，天空突然响起晴空撼雷，无边的黑云汇聚而来，暴雨倾盆。那漫天的黑云竟然自动的凝聚成一道顶天立地的身影，那形状像是一只狗，那只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高，渐渐的将整个巴陵郡城都笼罩在下方，还在不断膨胀。轰的一声，一股无形的波动朝着四面八方辐射出去，瞬间覆盖了整个巴陵郡，还在朝着远处扩散。所过之处，所有的妖怪鬼物都趴在了地上，惊恐的抬头望天。好在这股可怕的气息转瞬就消散了，因为之前天空完全黑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所以百姓们并没有发现那些黑云之前变成了狗的形状，只是觉得暴雨要来了，得赶紧回家收衣服。哎，7000年了。滕子敬的床前，你压制住身体表面自然散发的绚烂白光，叹了口气。妖怪的道行，100年一小坎，1000年一大坎。如今你正式踏入7000年道行，相比6000多年又是一次蜕变。6900年的妖怪你单手就可镇压，一步之差就是登天。若是其他妖怪要从6900年过渡到7000年，必然要经历一次无比可怕的天劫。但是你因为自身的特殊，暂时没有天劫，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。不过你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你70岁了，而滕子敬马上就要90岁了，那是其生命的终点，生死簿上写的清清楚楚。白泽，要下雨了吗？滕子敬似乎被雷声惊醒，勉强的直起身子询问道：“是大雨。”你回答道：“白泽，我不喜欢下雨，我怕冷。”滕子敬此时意识已经不太清醒了，有时像个小孩一样，那就不下了，睡吧。你犹如哄小孩一般，温和的说道：“真的吗？那我睡了。”滕子敬说完又躺了回去。随着你的道行达到7000年，巴陵郡城上空的红尘之火被你压制的死死，之前还能躁动一下，现在连躁动都做不到了。在修炼者看来，此地无妖，今后只要你不主动暴露，就没有修炼者会怀疑这里有妖怪。又过了2个月，这一天滕子敬再也撑不住了，寿元彻底耗尽。而在临死前，他竟然不像前面几个月那样浑浑噩噩意识模糊，而是回光返照的清醒了。他将所有亲人后辈召到身前，依次交代了后事。最后他将所有人都请出了房间，房间里只剩下你。他看着你，目光温和如水。这一生终于是走到尽头了。我幼年家贫，少年苦读，青年金榜题名，意气风发，中年官场得意，挥斥方遒，暮年被贬巴陵郡，倒也享受了天伦之乐。按理说，我这一生并无遗憾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也并不担心他们。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啊，白泽，我的好兄弟。我知道你已成妖，你会长存人世间，今后的无数个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挂念你，关心你。你一个人会孤独吗？如果可以，我真想一直陪着你啊，可惜我办不到了。你陪伴了我整个一生，而我却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。今后的路你要一个人走了。最后他看着自己的好兄弟，笑容温和，带着祝福。白泽，人间很美，你要好好去看啊。说完，他的眼睛缓缓闭上，而脸上的笑容却仿佛定格一般，并未消失。你看着睡着一般的老人低头沉默了，脑海中开始浮现出曾经的一幕幕。破庙中，穷书生双手捧起脏兮兮的小狗仔，看着你的眼睛说：“以后你就叫白泽吧。”山路上，一人一狗风餐露宿，在冒着寒风大雪前行，在雪地上留下2串长长的足迹。京城客栈的柴房里，你们一个冷馒头掰成2半吃。滕子敬冻得浑身哆嗦，抱着同样瑟瑟发抖的你问道：“白泽，你冷吗？”金榜题名时，滕子敬激动地抱起你，哭着说：“白泽，我们终于熬出头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受冻挨饿了。”新婚之夜，滕子敬对妻子嘱咐道：“白泽是我兄弟，你要把他当家人。”
孩子出生，藤子静抱着孩子笑着对你说：“白泽，你要当叔叔了。”试图通达时，藤子静带着你站在山崖边，意气风发地说：“白泽，你看这大好山河，是不是很美？”后来被贬，藤子静苦笑着对你说：“老伙计，你得陪我去偏僻之地了。”幼女出嫁时，藤子静带着你去女儿婆家参加了婚宴，笑对八方来客说这是小女的叔叔。孙女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他蹲在小女孩的身前，慈祥地教导孙女说：“这个啊，是白爷爷。”曾经的一幕幕不断在脑海中闪现，最终汇聚成了一滴清澈的泪水。70年真的很长啊！你仰天发出一声剧烈的咆哮，这一声大吼惊天动地，天地变色，天空中黑云汇聚，电闪雷鸣，整个巴陵郡城都黑下来了。然后大雨倾盆而下，这场大雨仿佛在倾泻着你所有的情绪。藤子静不喜欢下雨，所以巴陵郡城很少下雨。那么他走后就下个够吧。这场大雨一连下了3天3夜，直到街道几乎被水淹没，巴陵江即将泛滥才停歇了。所有人都惊异无比，这样的暴雨可是百年难遇。这3天内，有不少修行之人察觉到这股毫不掩饰的妖气，成群结队的前来查看。然而在感受到那股让天地变色的恐怖妖气后，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，惊恐地离去了。你这只蛰伏在巴陵郡城20多年的盖世大妖，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，尽量不与修行者发生冲突，并不是你害怕谁，也不是你惹不起谁，只是不想让那个人失望罢了。如今他已经走了，那么这人世间还有谁能让你低头？第4天，巴陵郡城的上空来了一位骑着狮子的高大僧人，他身披金色袈裟，露出半边健硕的胸膛，右边臂膀上戴着一个金箍，而脑后有一道灿烂的光轮，就像是肌肉菩萨。金波去！他摊开右手，手中的金色钵盂飞出，迅速放大，几个呼吸间就覆盖了大半个巴陵郡城。遮天蔽日，那金钵中似乎有一片金色的星河在旋转，只针对妖怪释放出恐怖的吸力。盘旋在天空中的妖气犹如大海之水，被不断吸入金钵之中，甚至他还在搜寻那些妖气的源头。滚！然而下一刻，一道元神之音响起，那金钵仿佛受到一股无边巨力的撞击，发出当的一声倒飞出去，迅速缩小，消失在天际。不仅如此，那骑着狮子的高大僧人也被那股力量撞击，周身瞬间出现裂痕，金色血液喷薄而出，而他脑后的金色光轮更是4分5裂，他整个人倒飞数十里，而他坐下的狮子当场炸开，在天空中化作一团血雾。盖世大妖，那高大僧人在数十里外的天空稳住身形，脸色大变，然后转身便逃，消失在天际。又过了几天，到了藤子静下葬的日子，灵堂前，你趴在地上，抬头看了一眼天际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等办完丧事，我也该走了。”虽然短期内来的修行者都不足为惧，但这天地间也并不是没有高人。这些年，你对人族的修炼者也有一些粗略的了解。人族的修炼者主要是佛门和道门，而战斗力也是根据道行来的。不过和妖怪不同的是，他们的道行并不是用修行年份来衡量，而是功法。又过了3天，办完了丧事后，藤子静下葬了，但并不是葬在巴陵郡，而是在春江郡，因为藤子静祖籍是春江郡，而古人讲究落叶归根。春江之畔，草地上立起了一座汉白玉砌成的坟墓，墓碑上刻着藤公子敬之墓几个字。藤庚辰夫妇、藤青青、藤玉秀和钟无泪夫妇都跪在坟前，悲痛地磕了几个头，而你则是站在墓碑的侧面，神色肃穆，仿佛见证着这一幕。许久之后，藤玉秀看了看旁边的春江，担忧地说道：“这墓地的位置是爹生前选的，但地势有点低，而春江又经常泛滥，我担心。”藤庚辰叹息道：“是啊，这片地的风水的确不错，是上好的牛眠地，据说会福泽子孙，但容易被大水冲走。以往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。原本我在城郊的清风山上给岳父大人找了一块风水宝地，价钱都谈好了，但岳父大人说仁者乐水，坚持要葬在江边。”钟无泪也无奈地摇摇头：“无妨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平静而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几人大惊，左顾右盼，最终将目光汇聚在了你的身上，都露出不可思议之色。藤庚辰呆呆道：“白叔，你说话了。”你没有回答，而是在几人的注视下，一步步地走到几人身后，在墓前10步之地停下，然后你抬起右前爪在地上画了一条线。从今以后，春江水位不过此界。你没有张嘴，却有声音回荡开来，那声音平静而沉稳，似乎理所当然，又带着莫大的威严，似乎你的话就是天理。前方的春江似乎有灵一般，江面站立，就好像烧开的水在锅里沸腾跳动。几人看着这一幕，嘴巴张大了，他们心中有一种莫名的预感，恐怕从此以后，春江之水真的不能越过那条线了。纵然是蛟龙入海，洪水漫灌，也得绕开那条线，绕开这座矗立在江边的小小坟墓。许久之后，几人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你看着几人说道：“我将归隐山林，你们今后若是有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可在心中呼唤我。”你突破7000年的道行后，不仅可以用元神说话，更拥有了一种神奇的能力，只要你挂念的人在心中呼唤你，你就能感应到。白叔，您真的要走吗？您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的。藤庚辰不舍地说道：“是啊，我们都会像对爹那样对你。”藤玉秀也抿着嘴说道：“白爷爷，我不要你走，爷爷已经走了，你不要离开我。”藤青青大哭起来，你走过来温柔地拍了拍藤青青的头，轻笑道：“青青乖，好好成长，用功读书，争取将来成为名动天下的才女，白爷爷也会为你骄傲的。”藤青青擦了擦眼泪，然后重重地点头，抿着嘴说道：“我会做到的。”她那清澈而稚嫩的眸子里透着一抹倔强和执拗。你又看向藤玉秀说道：“玉秀，你已经有身孕了吧？你本就命格显贵，想不到你的儿子竟然更上一层楼，紫薇高照，必成大器。白叔，此话当真？”你看了他一眼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忍住了。既然命运无法改变，那么何必说出来让人担惊受怕？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保重。你深吸一口，沉声说道。
道，然后转身朝着远方缓缓走去。几人都对着你的背影跪了下来，除了钟无泪比较坚强外，其他几人都有泪水流下，而滕青青更是嚎啕大哭。在几人泪眼模糊的目送下，那道雪白的身影在青葱的草地上越走越远，直至消失在地平线。云雾山，也就是之前你和滕子敬两人进京路上经过的那座大山。此山终年云雾缭绕，人迹罕至，而山中有座古宅。这一天，红衣美妇人正盘坐在古宅的深处打坐休息，突然她睁开眼睛，脸色大变，她身体一闪，已经出现在大门口。只见大门前方的台阶下站着一只雪白的大狗。大人，您这是？红夫人声音颤抖，诚惶诚恐地说道。你声音低沉道，红尘事了，无处可去，我想在你这里落脚，没问题吧？去。红夫人身体狠狠一颤，不行吗？你叹了口气，不，大人愿意下榻寒舍，是妾身10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妾身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大人请进。红夫人赶紧露出笑容，放心，我不会白住，关键时候会指点你一下，让你少走一些弯路。你平静道，多谢大人厚爱。红夫人激动地说道，这次是真的激动了，有这样一位深不可测的大人物指点，的确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山中无岁月，而人世间却是红尘万丈，苦海无边。你隐居的第5年，大英国皇帝为了那可笑的千秋霸业，发动了对东庭国的战争，这一打就是整整5年，苛捐杂税，疯狂抓壮丁，无数村庄十室九空。你甚至用天眼看到，有些正值壮年的父亲，为了不被抓上战场，流着泪，生生用石头砸断了自己的双腿，因为只要成了残废就不用去送死了。随着无数百姓战死，大英国的国运分崩离析，那能镇压妖邪的红尘之火迅速暗淡衰弱，于是天下大乱，妖魔横行，哪怕是隐士的道士和僧人纷纷出山，也杀不尽这犹如潮水般滋生的满地邪祟。坐在云雾山巅的你，俯瞰着这生灵涂炭的人间，只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。你有7000年的通天修为，你能随手捏死1000年大妖，可你却就不回这崩塌的凡间世道，因为只有结束战争，重新点燃文明的红尘之火，才是这人间的唯一希望。终于在第10年，大英国灭亡了，没有亡国的悲愤，无数百姓竟然在废墟上相拥而泣，高呼着老天开眼，终于太平了。而大英国的京城里，气运金龙悲鸣消散，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披头散发，在空荡荡的朝堂上绝望地挥舞着长剑，他流着泪仰天惨笑，朕悔不当初啊！秦公、滕公，原来当年你们才是对的啊！他抹了脖子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可是死亡并不是他的解脱，2个阴气森森的勾魂使者从地下升起，冷冷地看着他的尸体。你的确万死难赎，起码要在18层地狱受刑1万年。滕子敬，你看到了吗？当年把你贬到巴陵郡的那个帝国塔了，而我还在这座山上守着你留给我的大好河山。滕子敬走后的这10年，人间化作了炼狱，大英灭国，战火连绵，红尘之火暗淡，无数妖邪趁机屠戮人间。你信守了你当年对他的承诺，你替他看顾着这大好河山，你隐在暗处，化作一轮普照十方的皓月，每次出手皆是璀璨白光，镇压了无数祸乱人间的盖世大妖。世人不知你是谁，只能将你当作救苦救难的神明，尊称你一声白天尊。可你根本不在乎什么功德与虚名，你只是觉得这天下是他当年拼了命也想护住的天下。终于在这一天，云雾山上空黑云倒卷，你那庞大无边的法相拔地而起，你突破了整整8000年的道行。你猛然睁开眼，原本清澈深邃的眼眸瞬间化作令人窒息的猩红。心神通，血眸一开，万妖来朝，只要你一个念头，天下群妖皆要受你差遣，沦为傀儡。可就在你刚刚踏入这等通天境界时，你的心头突然听到了一个撕心裂肺的呼唤，那是滕子敬的女儿滕玉秀。这10年来，滕家人哪怕在战乱最惨烈的时候，也从未呼唤过你，生怕给你带来因果麻烦。但此刻他的声音里只剩下令人心碎的绝望。你没有丝毫犹豫，一步踏出，咫尺天涯，你瞬间跨越了数千里的空间，降临在春江郡的忠永侯府。满院白绫刺痛了你的眼，你毫不掩饰一身的神威，踩着洁白的光晕，一步步踏入灵堂。那些试图阻拦的侍卫，满堂的宾客，在你这8000年大妖的无形威压下，瞬间被死死禁锢。在满堂惊骇的目光中，你却收起了所有的锋芒，默默走到了灵堂前。滕玉秀披麻戴孝跪在那里，他的身边还跪着一个10岁左右同样披麻戴孝的小男孩白叔。滕玉秀猛地扑了上来，死死抱住你雪白的脖颈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那个男人战死了。在过去这10年的大战中，钟无泪骁勇善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他的军衔不断提升，到最后已经是一支军队的统帅，更是在战火中觅得封侯。可如今这位年纪轻轻的大印名将，终究还是以身殉国。你没有说话，只是伸出爪子，温柔地拍了拍滕玉秀的背。许久之后，他擦了擦眼泪，拉着旁边一脸疑惑的小男孩说道：怀泽，这是你二外公，快叫！小男孩乖巧地叫了一声二外公。你伸出爪子在他头顶轻轻拍了拍，眼神温和而慈祥。小男孩惊呼一声，下意识想说这只狗竟然会说话，但在滕玉秀瞪过来的目光中，他吓得一把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缩了缩头。他今年10岁，却几乎没见过父亲几次，对父亲的战死并没有多少难过，只是觉得跪在这里又累又枯燥。你看着他笑着摇了摇头，没有在意。你转头看向滕玉秀，轻声询问他遇到了什么麻烦。滕玉秀闻言，身体猛地一颤，再次悲从中来，捂着嘴抽泣起来。白叔，我梦到无泪了。他坐在一个尸横遍野、永远都是黄昏的沙漠里。他说他想回来看看我和孩子，但他回不来了，魂魄回不来。你眼中露出若有所思之色。这些年隐居在云雾山，你倒是听洪夫人说过此类传说，因为洪夫人本身就是一只拥有3000年道行的女鬼。根据洪夫人所说，在大型战场中，当战死的将士达到一定规模，战场中的铁血煞气和亡者怨气会融合在一起，凝结成血煞灵界，将战死的亡魂束缚住。如果没有修行之人去引渡，他们会一直被困在那里，无法回家，无法投胎转世。但战场的铁血煞气对修行者是有伤害的，所以大多数修行之人都不愿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。很多古战场，即便是时隔多年，依旧让人感觉阴森森的，一靠近就会脊背发凉，因为那些战死的亡魂一直被束缚在那里，始终没能解脱。白叔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对吗？滕玉秀的眼中露出一抹希望之色，他期待地看
看着自己的叔叔，他的灵魂被战场束缚住，我可以出手将他引渡回来。你说道，这有风险吗？滕玉秀有些紧张地问道。丈夫已经死了，她不想自己的叔叔也陷入危险中。对别人来说或许风险很大，但对你来说不过举手之劳。你淡然地摇摇头。在东岛国疆域的最东边是万里黄沙，这里本是大印国和东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，却成为了决战的战场。两国在这里一战定乾坤，这一战打得极为惨烈。大印国60万大军在这里全军覆没，而东庭国虽然胜了，但也是惨胜，同样在这里损失40万兵马，真正的横尸百万。血液将大半个沙漠都染成了红色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融合在沙砾中的血液蒸腾而出，仿佛腾起血色的大雾，将天空都染成红色，远远看去格外吓人。而这看似空荡荡的沙漠中，其实还隐藏着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属于王者的世界——血煞灵界。这里永远都是黄昏时刻，残阳如血，将整片沙漠都染成了橙红色，有狼烟直直地飘上天空，与漫天的金霞连接在一起，壮阔而苍凉。救我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黄沙之下传来一阵阵沙哑而瘆人的声音，仿佛是病入膏肓的人喉咙被浓痰堵住，发出奇怪的哀嚎。仔细看，竟然有一道道手臂和没有五官的面孔从黄沙之下伸出来，就像是有人在泥浆中挣扎。黄沙如海，而这无边的大海中也矗立着少数的礁石，那就是一座座此起彼伏的沙丘。其中一座沙丘的顶端坐着一道孤独的身影，他右手杵着长剑，低垂着头，鲜红的披风在身后猎猎作响。他是钟无泪，似乎有低沉而哀伤的歌谣从他那低着头的嘴里传出，飘荡在这无边的黄沙之上，一股悲凉的情绪在这个黄昏世界中蔓延。这里似乎没有时间的流逝，永远都是老样子。他们被困在这里，不生不死，永不超生。他挣扎过，嘶吼过，甚至崩溃大哭过。最后他和其他的亡魂一样，绝望了，麻木了，仿佛沦为一具行尸走肉，坐在这里一动不动，哼起了死气沉沉的歌谣。玉秀，真的好想再见一面啊！低沉的声音从他嘴里断断续续的传出，就好像是他变成木偶之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。这是他最后的执念。当这道执念消散之后，他也会和其他亡魂一样，从沙丘上滑落下去，脸上的五官消失，犹如骷髅一般，在那无尽的黄沙海洋中浑浑噩噩的挣扎哀嚎。钟无泪。就在这时，高天之上似乎响起一道炸雷，一道浑厚而威严的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。他的身体轻轻一颤，然后犹如木偶一般僵硬的缓缓抬起头，往天上看去。他表情麻木，眼神有些呆滞，似乎所有的灵智都即将被这片世界磨灭，要陷入浑浑噩噩之中。轰隆一声，只见高天之上，一只毛茸茸的雪白巨爪穿透了漫天的金色晚霞，从天空中向下捞来。那巨大的爪子穿透金霞云海，爪子的指甲上还携带着丝丝缕缕的金色云霞，宛如飘带。白叔，钟无泪的眼眶中出现一点点神采，他低沉地叫了一声，然后看着这爪子将他捞起。而当他的身体脱离沙丘，缓缓地升空，他的眼神竟然迅速聚焦，似乎是神智在恢复。终于，他彻底摆脱了那种浑噩状态。他仰天请求道：“白叔，他们都是可怜人，可以带他们一起走吗？”下面的这些亡魂，有的是他的战友，有的则是敌人，但无论是敌是友，他都希望可以带着这些人也脱离苦海，因为他自己体会过那种绝望，所以他知道那是怎样的绝望，怎样的万劫不复。来都来了，顺带的事儿。下一刻，一张巨大的白色嘴巴从云端探出，然后猛然张开，仿佛要吞掉天地一般，一股恐怖的吸力从嘴里释放出来，在嘴里形成一道巨大的漩涡，下方的无数亡魂源源不断的飞入嘴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这血煞灵界中的百万亡魂都被你吞入口中。走吧。那巨大的爪子和嘴巴缓缓的上升，就好像是捞到了蝌蚪的猫爪，缓缓的从鱼缸中抽出。当你收敛神威，重新趴在现实世界的沙漠中时，呼啸的风沙甚至无法靠近你10米之内。你抖落一身尘土，摊开爪子，那100万曾失去五官、浑浑噩噩的亡魂终于离开了血煞灵界，他们恢复了神智和容貌，一个个热泪盈眶，齐刷刷的对着你这只雪白的大狗跪下了。多谢大仙引渡，大恩大德，永世不忘。你淡然的笑了笑，你做事向来随性而为，本就不图这些凡人的感激。可就在这时，战场上空异变突生，那无数血煞之气汇聚成了一片血色的汪洋，巨浪滔天，足以吓死无数修行者。但你却没有感觉到一丝危险。你突然明悟了，这血煞汪洋本就是由这些军魂的意念所化，如今他们发自灵魂的感激你，这片原本狂暴的血海也随之沸腾。在翻滚中，这血海沉淀出了一缕最纯粹的血色精华，径直飞向了你的眉心，在你那犹如宇宙初开般混沌的脑海世界里，唤醒了那颗让你拥有100倍修炼速度的神奇珠子。珠子光芒大作，竟在你的脑海中生生挖出了一条通往未知时空的隧道。你的元神踏入其中，发现那隧道尽头的石壁缝隙里，竟然渗出了无比精纯的铁血煞气，那可是人族军队才能凝聚的绝世力量。你瞬间明悟，这颗神奇的珠子是直接把地道挖到了人族气运的老巢。你向来自诩光明磊落，怎能干出这种老六偷家的苟且之事？于是你义愤填膺地感慨了一番前贤的不义，然后果断画出金刚狼爪，开始疯狂挖矿。开什么玩笑，天大的机缘就在眼前，不捡才是傻子。更何况你现在是真的狗，在脑海里吭哧吭哧挖了许久。当你气喘吁吁地退出来时，现实世界才不过过去了一瞬。你看着掌中世界里那100万眼巴巴的亡魂，轻声问道：“你们害怕妖怪吗？”亡魂们先是一愣，随后全都笑了。我们连死都不怕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妖魔鬼怪能比那让人绝望的黄昏世界更可怕？你点了点头，那好，我召唤妖怪，送你们回故土。你缓缓升入高空，一股宛如天威般的恐怖气势轰然爆发，苍穹之上，黑云疯狂汇聚，电闪雷鸣。你发出一声气壮山河的怒吼，血眸开。刹那间，你的双眼化作猩红，天穹的黑云之中，更是睁开了一只横跨数千米的巨大血眼。一股浩瀚
撼无形的波动，犹如海啸般瞬间席卷了10里、100里、1000里。东岛国、东庭国，方圆数千里内的天下群妖，全在这一刻被你强行控制了心神。于是人间出现了极其震撼又荒诞的一幕：小河边，正听着少女诉说心事的青鱼精，双眼瞬间通红，炸开河面化作蛟龙腾空而起。深山里，正热情给路人指路的戴斗笠樵夫，双眼一红，直接拔地而起，消失在天际，吓得路人跪地直呼神仙。集市上，正准备要赏钱的说书老头，强忍着最后的清醒喊了句请看下回分解，便双眼通红的溜进角落，隐遁无踪。郡城的私塾内，教书先生上一秒还在温文尔雅的让学童们上自习，下一秒刚走出门就双眼通红的栽倒在地，然后嗷嗷叫着，犹如疯狗般冲上了云霄。越是反抗你这8000年大妖的意志，越要遭受毒打。那一天，无数大妖被你一双血眸生生抽掉，他们驾着滚滚黑云，铺天盖地而来，只为你掌心中的100万阴魂铺就一条回归故土的路。血眸一开，万妖来朝，沙漠之上，无数的妖怪源源不断的汇聚而来，方圆数百里都妖气滔天，黑云笼罩。这些妖怪一个个眼睛血红，已经完全失去了神智。现在他们的身体都被你控制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在梦游一样。很多妖怪在赶来的途中遭遇了修行之人的堵截，但是如今的他们是你在操控，你利用显圣神通将自身的力量投射过去，轻松镇压了拦路的修行者，相当于是你在代打。你这一拳8000年的道行，谁挡得住？好多妖怪，10万妖众，这位仙人是妖族吗？100万亡魂都吓傻了。这放眼望去，天上地下到处都是妖怪，将整个天地都挤满了，而且还有很多妖怪保持着人形。要是都展现出庞大的本体，恐怕方圆100里都装不下了。你们有100万人，这里有10万妖怪，你们10人一组，我让他们送你们回家。你略显疲惫地说道。同时遥控10万大妖，哪怕是你也极度消耗心神，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多千年大妖，4、5千年的都有。多谢仙人，仙人大恩，万事不忘，愿仙人早日成仙。众人道谢。最后一句有些诚惶诚恐，却是最真挚的祝福。他们又不是傻子，也知道这位仙人并不是真正的仙，而是一位强横的大妖，但是他们真心希望这位恩人可以修成正果，成为盖世妖仙。你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洒落全身，仿佛一缕清风拂去灵台尘埃，让你道心通明。你摇头一笑，原来这世间真有因果。很快，一头头妖怪显露出巨大的本体，然后带着这些亡魂朝着他们故乡飞去。落叶归根，或许还能见亲人最后一面，而你则是趴在沙堆里闭上眼睛，全部心神都投入在这些妖怪身上，同时遥控10万大妖，是一件很消耗心神也很消耗妖力的事。更何况如果遇到人族修炼者拦路还得战斗，那就消耗更大了。3天后，所有的亡魂都被送回了故乡，你终于解除了血眸神通，还那些妖怪自由。你从沙堆里抬起头来，轻轻吐出一口气，然后对着依旧坐在掌中世界中的钟无泪说道：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说完，你腾空而起，朝着远方飞去。你这次消耗太大了，一身妖力几乎耗尽，所以无法使用咫尺天涯的神通，而飞行的消耗很小，你完全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迅速恢复妖力。深夜的春江郡，忠勇侯府，滕玉秀看着对面那道熟悉的身影，沉默了许久，然后眼泪哗啦啦的流淌而下。夫君，最终他颤抖的嘴唇宛如水坝决堤，大哭着扑向钟无泪，却扑了个空。他身体一颤，眼神更加凄迷了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如今好不容易再次见面，却已是阴阳相隔。玉秀，能见你一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只是今后的日子，只能委屈你一个人走下去了。钟无泪强颜欢笑着说道，他的眼神无比温柔，这是一代名将的铁血柔情。滕玉秀只是流泪，身体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他心如刀绞，甚至想随他而去，可是他还得照顾他们的孩子，所以必须活着。渐渐的，院子里的地面上升腾起2股黑色的烟雾，化作了2个勾魂使者。其中一人说道：钟无泪，该上路了。夫妻俩身体一颤，都露出浓浓的不舍之色，不甘又无奈。生死轮回，谁能躲过去？再等等吧。一道平静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2个勾魂使者转头看去，却见一只白色的大狗站在那里。妖怪，其中一人诧异的问道：算是吧。你平静的说道。呵呵，区区一只没化形的小妖也敢插手我们阴司的事，你胆子挺大。那人嗤笑道。砰的一声，下一刻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将他按在地上，魂魄差点当场瓦解。大仙饶命，大仙饶命啊！那勾魂使者发出惊恐的求饶声，对方稍微出手，他便看清了现实，这绝不是他惹得起的存在。另一位勾魂使者也瑟瑟发抖，抱拳说道：大仙息怒，不是我们不想行方便，实在是奉命办事，不敢违抗啊。谁让钟无泪的老丈人和城隍爷有仇，城隍爷不肯通融，知道钟无泪的魂魄回来后，便让我们赶紧来勾魂。慢着，你突然眉头一皱，看着他问道：你刚才说钟无泪的老丈人是谁？那勾魂使者身体一颤，如实回答道：名为滕子敬，祖籍春江郡，据说曾经在京城当过大官。你眯着眼问道：你说他和城隍爷有仇？什么仇？滕子敬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勾魂使者感觉到气氛不对，更害怕，却不敢隐瞒。滕子敬年轻时在京城为官，曾经扳倒了一位政敌，导致这位政敌被满门抄斩，而这位政敌便是城隍爷的第80孙。滕子敬害城隍爷断了子孙香火，于是城隍爷决心要报复他。自从滕子敬死后，他的魂魄就一直被扣押在泰州阴司的大牢里，每日遭受酷刑。城隍爷说，至少要扣押他100年，才会放他去地府投胎。混账！你眼眸中射出可怕的光芒，让这位勾魂使者魂魄巨震，差点当场炸裂。大仙息怒啊！勾魂使者吓得赶紧磕头。你收敛目光，然后抬起头看着当空的明月，眼中不知不觉有泪水流淌而下。10年了，我就说为什么10年了都不见你投胎转世？原来你一直在阴司受苦啊！你的心在颤抖，在抽搐，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戾气在心中发酵升腾。你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道声音在嘶吼，甚至周身的妖力都有些不受控制。突然，墙角的水缸颤动起来，里面的水犹如在跳舞，屋顶的瓦片也都剧烈的跳动。挂在房檐下的风铃发出急躁的脆响，天空中有风吹来，乌云遮月。呵呵，泰州阴司，泰州城隍。许久之后，院子里所有的动静平静下来，天空中云开雾散，月
光再次洒落，你转身朝着院子外走去。白叔，你要做什么？白叔，不要冲动啊！滕玉秀和钟无泪慌了。关于阴阳之事，他们也多少听说过一点。攻击阴司可是犯天条的，天条具体是个什么东西，谁来执行他们并不知道，但他们知道这很严重。这位到底是谁啊？两个阴司鬼差颤抖着询问滕玉秀两人，然而没人回答他们。钟无泪深吸一口气，盯着两人冷冷说道：“如果阴司真发生了大乱，上面问起来，希望你们清醒一点，保持沉默，否则你们难辞其咎。”是。两人直打哆嗦。如果真出了事，他们的确要承担巨大的责任，毕竟是他们走漏了风声。先住在我这里吧，等那边的结果出来了，我再跟你们去阴司，到时候就说路上被事情绊住了。钟无泪反客为主的说道：“泰州阴司，这是一片属于王者的世界，整个泰州12郡，数以千万计的百姓，死后魂魄都要来到这里，然后通过地府之门前往地府投胎。此时阴司的上空灰蒙蒙一片，而下方的道路和建筑上都飘荡着幽蓝色的鬼火，白骨铺成的道路上，有阴差正吟诵着安魂曲，维持亡魂的秩序。这些亡魂会一路向前，进入地府之门，而阴司也有大牢，为了就是拘押那些不肯安心上路，想要在阴司闹事，甚至妄想还阳的恶鬼。这种恶鬼一般会被关在牢房里折磨一段时间，听话了就送去地府，不听话就继续折磨。此时的泰州阴司大牢内，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而在最深处的牢房里却格外安静。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书生被绑在一个木桩上，身上囚服破烂，一道道血痕纵横交错，正是滕子敬。人死后若是心怀正气，魂魄便会化作年轻时的样子。事到如今，你知道后悔了吗？泰州城隍身穿官服，站在奄奄一息的滕子敬身前，居高临下的问道。滕子敬颤巍巍的抬起头来，声音虚弱却毫无畏惧，铿锵有力道：“心之所向，九死不悔。”好一个九死不悔！泰州城隍愤怒的嘶吼道：“你到现在都不觉自己错了？难道我那80孙就真的那么该死吗？”滕子敬扑哧一笑，讽刺的看着他：“你也算是为官之人，该不该死？律法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你问我？放肆！”泰州城隍恼羞成怒，拿起旁边狱卒手中的鞭子就抽打起来。每一鞭子落下，滕子敬的身上就出现一道血痕。然而滕子敬只是轻蔑的笑着，始终没有发出惨叫。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，却有铮铮铁骨。本城隍就不相信治不了你。他将鞭子一扔，就要去旁边的架子上取更歹毒的刑具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整个阴司都摇晃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城隍脸色大变，抬头望去，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牢房的屋顶，看到了阴司那万年不变的昏沉天空。只见那灰蒙蒙的天空中，无数的灰色雾气迅速朝着一个地方汇聚，最终化作了一道庞大的漩涡。那漩涡旋转之间，狂风席卷八方，电闪雷鸣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窒息的压迫感，我的魂魄要裂开了！不好！有人大闹阴司，无数亡魂发出凄厉的惨叫，然后趴在了地上瑟瑟发抖，就连阴差也不例外。下一刻，一轮皎洁的皓月自那庞大的灰雾漩涡内缓缓降临，霎时间，炽热的白光普照十方，以无比蛮横的姿态照亮了这片万古长夜之地。在这股白光之下，无数阴森的建筑犹如冰雪一般迅速消融，又好像沙漠中的土墙在风中灰飞烟灭。那关押着大量恶鬼的牢房也仿佛是纸糊的一样，从屋顶自上而下迅速化作飞灰。什么人敢擅闯阴司？你难道不怕触犯天条吗？泰州城隍仰头厉声呵斥，然而下一刻他便宛如泰山压顶，膝盖狠狠地跪在了地上，地板都炸裂凹陷进去2尺深。你敢羞辱地府册封的阴神，罪不可恕，你会下18层地狱！泰州城隍疯狂地嘶吼道。然而下一刻他的头颅炸开了，然后整个身体自上而下破碎坍塌，最终化作一堆尘土。城隍也死了，那些阴差和魂魄一个个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城隍爷这样的大人物连对方的面都没见到就死了，这次来的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？对方会不会放过他们？此时整个阴司所有的魂魄都被那股炽热的白光镇压在地，除了滕子敬，那轮皓月缓缓地收敛光芒，不再那么耀眼，并且迅速缩小，最终降落在了滕子敬的身前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看着年轻的滕子敬，低声说道。我没想让你来的。滕子敬神色复杂地说道，然后伸出右手缓缓地放在了你的额头上，一如68年前的杨柳湖畔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山如是，也是这样揉着大白狗的脑袋。但我已经来了。你轻声说道，跟我走吧，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躲过地府的追查，让你魂魄长存世间。不了。滕子敬摇摇头，眼神温和却坚定地看着你，微笑道，看到你我很开心，但我不会走的。为什么？你皱眉，天地间阴阳有序，我身为读书人，又怎可不顾天理倒行逆施？你可知君子可欺之以方？滕子敬眼神深邃，微笑道，回去吧，我去地府投胎，你好好活着，我们来世再见。你沉默了，即使纵然不愿，但是你很清楚他的秉性，看似温和，但对于自己觉得对的事绝不会改变。正如他所说，心之所向，九死不悔。道个别吧。滕子敬缓缓蹲下身，双手抱住大白狗的脖子，然后将侧脸贴在他脖颈间的鬃毛上，他的眼中有着万般不舍，然后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似乎要记住这个味道，以告慰往后的数千年。许久之后，他松开你，站起身来，一步步地朝着地府之门走去，一步2步3步。这一刻，所有的魂魄都看着这个年轻的读书人，所过之处，所有的魂魄都给他让出一条路。而随着向前走动，他身上阴气涌动，渐渐出现了一件青色的长衫，头发也不再披散，而是自动变得整洁，并戴上了儒冠，最终有了读书人的儒雅仪容。你站在原地，目送他一步步走远，最终那儒雅俊秀的书生在地府之门前方停下脚步，转身对着你拱手作揖，微笑着弯腰一拜，珍重。然后他转身踏入了地府之门，你怔怔地看着这一幕，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，他眼中露出一抹复杂的笑
笑容。珍重，你带着复杂的情绪离开了泰州阴司，以为他终于可以顺利投胎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当藤子静踏入那永恒漆黑的地府世界时，等待他的是一场更为残酷的审判。你包庇凶徒，试图瞒天过海，按律当打入孽境地狱，你认吗？判官冰冷的声音在深渊回荡。认。藤子静没有丝毫犹豫。那个一生行事端正、不曾作孽的读书人，为了你，心甘情愿被打入痛苦无尽的孽境地狱。时光荏苒，人世间匆匆已过6年，东岛王朝建立，天下重归太平。在这太平盛世里，藤家后代渐渐崭露头角。藤玉秀的儿子钟怀泽不仅继承了钟永侯的爵位，更展露出极高的才智。但在母亲的叮嘱下，他谨记你当年紫薇高照的批语，用纨绔子弟的表象，将自己的锋芒死死隐藏。而藤青青，那个当年抱着你的腿大哭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一袭红衣、英姿飒爽的奇女子。她做事勇志，敢笑男儿不封王。这首狂傲的诗惊动了天下，也惊动了东宝大帝。但他赌赢了皇帝的气魄，不仅免于一死，反而让才女之名传遍天下。16载的苦读，他终于要兑现当年在春江畔对你许下的诺言。24岁这年，他向东宝王朝第一学府东英学宫发起了震惊天下的问道踢馆。他要以一人之力压服天下才俊，坐稳天下第一才女的宝座。可就在问道的前夕，女扮男装的他在街头遇到了一位白发老者。老者对他的壮举毫不留情的讥讽：半壶水响叮当，沽名钓誉罢了。年纪轻轻不潜心钻研学问，反而一心争夺虚名。天下第一才女不过如此。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砸醒了他。他站在原地许久，最终深吸了一口气，让侍女取回了拜帖。他望向遥远的天际，低声呢喃：白爷爷，这样的我才值得你骄傲吧。从此天下少了一个争夺虚名的才女，却多了一个潜心治学的女夫子。又是4年过去，隐居云雾山古宅的你已经90岁了，正是拥有了整整9000年的恐怖道行。这一天山间细雨蒙蒙，你缓缓睁开眼，对身旁伺候的女鬼红夫人说：有客人来了，开门迎接吧。大门吱嘎作响，缓缓推开，一位撑着油纸伞的青衫中年文士站在雨中。丹银公主别来无恙。红夫人瞬间激动的浑身颤抖，失声叫道：师傅，您当年说过，时候到了就会来找我，您今日出现，莫非是？青衫文士微笑着点了点头：是的，我算了一下天机，他在地府刑期已满，已经转世了。他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红夫人彻底失去了以往的冷静，她苦等了3000年，此刻兴奋而疯狂，犹如一只扑火的飞蛾。可青衫文士却沉默不语。红夫人的心瞬间悬了起来，满眼担忧：师傅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？青衫文士看了看蒙蒙细雨的天空，带着几分沧桑与打趣笑道：这还下着雨呢，你难道不应该先请我进屋吗？师傅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红夫人惊呼一声，堂堂3000年道行的女鬼，此刻竟羞愧得面红耳赤。在云雾山的古宅内，你与那位撑伞而来的青衫文士相对而坐，他是红夫人的师傅，3000年前辅佐铁血人屠征战天下的盖世大妖青鹿上人。为了让徒弟与爱妻在刑期满后还能再续前缘，他逆天改命，将红夫人化作鬼修，在这极阴的云雾山布下遮掩天机的阵法，苦等了整整3000年。人间1年，地府10年，这3000年的等待，便是徒弟在阴间受刑的3万年。听闻这位青鹿上人通晓天地算术，你怀着一丝希冀，将藤子静的姓名、祖籍与生辰八字交给了他，请他算出那位10年未曾感应到投胎气息的老伙计。青鹿上人五心向天，眉心宛如周天星辰演化。可许久之后，他缓缓睁开眼，神色凝重而同情地吐出2个字：地狱。普天之下他算不出的地方，唯有那万千尘世的归宿地府。那一刻，你眼眸中射出凌厉的凶光，体内那股恐怖的妖力彻底失控爆出。砰的一声，你那巨大的爪子狠狠按在地上，炽热的高温瞬间将坚硬的石板融化成冒着白烟的砂浆。青鹿上人皱着眉不解，以藤子静的命数，根本没有能力触犯天条，怎会沦落至此？你死死咬着犬牙，声音颤抖，心如刀割。他是在为我受刑吧？你终于恍然大悟，10年前在泰州阴司，那个倔强的老头为什么死都不肯跟你走？什么不可倒行逆施，什么君子可欺之以方，全都是骗你的借口。他骨子里有着文人为官的执拗，他知道你大闹阴司的死罪逃不掉，天条压下来总要有人去顶，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替你扛下了那滔天的天罚。你红着眼，低吼着想去地府把他救出来，哪怕是拿自己去换。凡人的魂魄太弱了，你怕他承受不住地狱那无尽的折磨。可青鹿上人却无情地击废了你的幻想，一成机会都没有。地府有数万年道行的阴神坐镇，我们这样的大妖在人间虽有本领，到了地府却根本翻不起浪花。你去了只是自投罗网，不仅救不了他，连自己也要白白搭进去，无力感像潮水般将你淹没。你不甘心，你拥有100倍的修炼速度，只要再过几百年，你未尝不能撼动地府。可是你等得起，他等得起吗？多等几百年，他在地狱就要多受几千年的酷刑。仿佛看穿了你的绝望，青鹿上人神秘一笑，为你指明了另一条路。世间还有一种惊天造化，可以让人短期内道行大增。这种捷径虽然缥缈，往往可遇不可求，但只要抓住，你的眼中瞬间燃起疯狂的急切火焰。比如呢，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，为了那个替你下地狱的干净老头，你也一定要把这苍天捅出一个窟窿。青鹿上人眼神缥缈地告诉你，红尘之中隐藏着惊天造化，比如云间盛开的花朵，天空中漂浮的残破宫殿，或是突然倒流的瀑布，夕阳中起舞的人影。只要能遇到任意一种奇景，便能暴增万年道行，直接进入妖族巨擘之列。你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，彻底心动了。你虽然拥有100倍的修炼速度，但地府与人间的时间差是整整10倍。如果你晚去几百年，藤子静就要在那18层地狱里多受几千年的无尽折磨，那到底是怎样的痛苦，你根本无法想象。为了那个替你受难的好兄弟，原本淡然等待岁月静好的你，第一次对实力有了无比迫切的渴望。我要尽快变强，可奇景虚无缥缈，一切全凭缘分。青鹿上人话锋一转，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，在乌沙国境内，近些年将会有一件传说中的仙器出世，只要与仙沾边，必定惊天动地。若能夺得这件仙器，你未尝不能撼动地府，救出老友，哪怕那里极度危险，连万年大妖都可能陨落。这时一旁的红夫人终于按捺不住，红着脸追问他苦等了3000
3000年的夫君究竟在哪？青路上人收起玩笑，神色严肃。他这一世出生在佛门祖庭敬天佛国，不仅是一位僧人，更是如来天书的有缘人。洪夫人脸色大变，几乎快要急哭了。他如今是鬼物之身，去佛门老巢抢人，无异于死路一条。但青路上人却冷笑一声，成竹在胸。他如今正跟着老和尚一路向东，前往道门老巢大夏天朝参加道佛法会。道佛两家本就暗中较劲，我们在道门的地盘抢佛门的天书有缘人，道门高兴还来不及，甚至会暗中相助。洪夫人破涕为笑，满心欢喜地给师傅捏起了肩膀。你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，也忍不住笑了。不知不觉中，你又想起了滕子敬，当年他也是这样坐在椅子上，享受着儿子滕庚辰笨拙的捏肩。他笑着对儿子说：“庚辰啊，我找人算过了，你这辈子可能没什么大出息，但是捏肩捏得好，长大后也能讨个好媳妇。去，给你白叔也捏捏。”小庚辰乖巧地走到你身后，却突然惊呼起来：“哎呀，爹，白叔他没有肩膀啊！老头，那个被你护在身后的家族，如今都已经长大了。你在地狱里一定要等我，就算要与这满天神佛为敌，我也一定会去接你回家。”大夏天朝一座小山村外的小溪边，穿着灰色僧袍的小和尚端着一碗田鸡粥，开心地跑到树荫下，递给了打坐的老和尚。小和尚喝着师傅喝剩下的粥，脸上绽放出纯真的笑容，犹如溪水在阳光下泛起的潋滟波光。远处的老槐树下，红衣女鬼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她那痴痴的眼神里泛起了温柔的笑容。她苦等了3000年的夫君，那个曾经杀伐果断的铁血人屠，在这一世只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和尚。青路上人低声说：“我去引开老和尚，你去和他相认。”洪夫人却缓缓收敛了笑容，眼神复杂的摇了摇头：“不用了，他这一世过得很快乐，我从未见过他露出这么纯真自然的笑容，还是不去打扰了吧。”他落寞的转身，消失在远方。青路上人叹了口气，或许只能等他修成如来天书，有了大造化，成为仙佛，记起前世，再让他自己选择吧。而在西边，那老和尚若有深意地望了槐树一眼，嘴角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。缘起缘灭，自有定数，视线转回乌沙国。你听了青路上人的话，在这个弹丸小国苦等了整整10年，仙妻一直没有出现，但你不敢离开半步，因为除了你，无数大妖和人族大修士也都在这鱼龙混杂的地方死死蹲守。这10年里，你虽然隐居不出，却时常能听到东宝国传来的消息，也就是滕子敬留下的大好河山。滕青青取消学宫问道后潜心苦读，如今已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才女，闻名远播。而滕庚辰那个荒唐老头，60多岁了还连带了好几房小妾，你知道他是怕滕青青终身不嫁断了香火，再用他自己的方式尽孝。最让你感到欣慰的是滕玉秀的儿子钟怀泽，5年前东庭国新皇继位向东宝国发难，危急时刻，那位韬光养晦多年的纨绔小侯爷挺身而出，他展现出极高的武艺与军事才能，仅1年多就成了东宝国一支军团的统帅，力挽狂澜，彻底挫败了敌军。东庭国退兵，承诺100年不犯，钟怀泽成了全民英雄，甚至有人暗中劝他谋反称帝，但他没有忘记你当年紫薇高照的批语，更没有忘记他外公滕子敬说过的话：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为了一己私欲改朝换代，受苦的终究是黎民百姓。他急流勇退，主动交出兵权，东宝大帝欣慰之下，册封他为一等忠义公，世袭罔替，不仅把整个春江郡划为他的封地，还专门为他著书立传《忠义公传》。这是大帝的阳谋，也是君臣之间最好的默契。这个听外公话的乖孩子，如今要钱有钱，要闲有闲，名留千古，过得比那深宫里的皇帝还要逍遥。但就在这一天，你隐居的小镇上空突然响起了沉闷的雷声，几片小小的黑云，威风凛凛，像模像样的汇聚在你的头顶。你仰起头，看着天上的雷云，忍不住笑了。整整100年了，你作为一只拥有万年恐怖道行的盖世大妖，终于迎来了属于你的第一次100年天劫。狂风肆虐，吹飞了妇人晾晒的衣裳，一条裤子啪地呼在一个青年脸上。他扯下裤子惊呼：何方道友在此渡劫？却被旁人一把拉走。什么道友？那是妖！半空中一道道炽热的雷霆接连劈下，而你这尊拥有万年恐怖道行的盖世大妖，却懒洋洋地趴在原地。你闭着眼，享受着这难得的雷霆按摩，用力再用点力。小姑娘有点手生啊，第一次做这个吧？任凭雷光洗礼，连你的一根狗毛都没劈断。那天劫似乎被激怒了，使出吃奶的劲儿疯狂劈落，然而依旧毫无卵用。最终他屈服在你这大魔王的绝对实力之下，只能化作一阵憋屈的小雨，不甘地散去。随着这第一次100年天劫度过，你终于炼化了体内的横骨，再也不用靠元神传音，可以真正口吐人言了。老爷口渴了吧？快喝口茶润润嗓子。那个被你收服的千年大妖，身高2米多的黑熊精雄万里，端着茶水谄媚地走来。你张开嘴，茶水化作水流飞入口中。熊儿啊，这泡茶的手法有进步，终于没有尿骚味了，看来这次是洗手了。这憨货干咳2声，挠挠头，茶是我干妹妹泡的，100年前我救了一条被人追杀的青鱼精，看她长得太丑，心生怜悯，就认作了妹妹。你挑了挑眉，很丑。你看着她那5大3粗的模样，问她觉得她自己长得如何？熊万里昂首挺胸，那当然是英俊不凡，世间少有。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以这憨货的奇葩审美，他说丑，那多半是个绝世大美女。当然你也没多问，总不能人家有个妹妹长得还不错，你就非得打听一下，或者叫来看看吧。哈哈哈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举着铁嘴神算破旗子的老头闯了进来，他灰头土脸，顶着个被人打出的熊猫眼，却绕着你啧啧惊叹：年轻人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有绝世妖仙之相，不如拜我为师，我教你混元功法，修成涅槃金身，万劫不灭。你只看了一眼，便识破了他6900年大妖的本体，在别人眼里这算是一方强者，但在你这万年大妖面前根本不够看。你淡淡的摇了摇头，示意熊万里送客。熊万里不耐烦的拎起他，直接暴力扔出了院子。滚滚滚！什么万劫不灭？我家老爷连天劫都能硬抗。你看着他的背影，眯起眼睛，这世间机缘难测，万一他真是个隐藏的大能呢？为了验证，你眸光微闪，施了个小手段。哎呦，谁扔的香蕉皮啊？别让我抓到！院外立刻传来老头气急败坏的惨叫。你莫名的松了一口气，没躲开，看来真不是什么高人，就好比错过了别人拿走的
盲盒，亲眼确认里面没好东西，你才能睡个安稳觉。岁月静好，一晃又是10年。这10年里，你每天都在脑海世界里疯狂挖矿。那条通往人族气运老巢的地头已经被你挖出了100多米深，石壁缝隙里流出的铁血煞气，足足有了小拇指那么粗。这股力量释放出来，已经能轻松镇压500年的小妖，相当于你在通天妖力之外，又修炼出了一套能克制万法的杀手锏。哪怕有一天妖力尽失，你依然有底牌在手。你甚至期待着，总有一天能挖到铁血煞气的尽头，拥有用之不竭的力量。然而就在这一天，乌沙国的一处荒山上空，突然出现了大片漫天的火烧云，仿佛天火降世，一股无形的恐怖波动瞬间扩散，整个乌沙国，甚至周边数国，都在这股通天威压下剧烈摇晃起来。你猛然睁开天眼，望向遥远的天际，只见那漫天的火烧云中，竟有一个虚幻的世界在沉浮，而在那世界的深处，静静地漂浮着一柄散发着无尽杀伐之气的血色长剑。仙气出世了，你苦等了数十年，眼中瞬间爆发出激动的光芒，你周身银光大作，一步踏出，在身影消失的瞬间，你那飘渺的声音从虚空中遥遥传来，回荡在院落。乌沙国即将天翻地覆，你们赶紧躲起来，不要乱跑。为了那个还在18层地狱受苦的干净老头，这件能撼动地府的绝世仙器，你势在必得。乌沙国荒山之上，漫天火烧云剧烈旋转，云端深处，一个虚幻的世界在沉浮。那柄传说中的血色仙剑终于现世，方圆数百里，无数妖魔鬼怪眼冒绿光，驾着滚滚黑云铺天盖地汇聚而来。一群妖孽也妄图染指仙气，一声冷哼响彻九霄，一道绚烂的流星蛮横的划破天穹，生生将那无边的黑色妖云劈成2半，宛如倒卷的汪洋。来人是一名身穿阴阳道袍的冷酷男子，他负手而立，睥睨天下，竟以一人之力傲视群妖。区区孽畜，给你们3个呼吸的时间滚出我的视线，否则死！伴随着冰冷的宣判，他身上腾起2条巨大的阴阳鱼，恐怖的气势拔地而起，宛如一尊俯瞰天地的巨人。万年道行，他是人族的天书有缘人。大魔头来了，无数小妖吓得肝胆俱裂，疯狂逃窜，但天空中依旧留下了10几朵巨大的黑云，遮天蔽日的大鹏，形似鲲的庞大黑鱼，生着双翅的巨蛇，五彩神光的扑棱蛾子，9颗脑袋的狂狮。这10几位拥有8000年以上道行的绝世大妖，平日里王不见王，此刻却并肩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。他们怒吼着：若是让你得到仙气，我天下群妖还有喘息的空间吗？今日就算不为仙气，也要为我妖族后辈杀出一条生路。人族修士向来霸道，连没做过恶的善妖也往往难逃一死，自取灭亡。道袍男子说完，双手高举，一幅遮天蔽日的太极图案瞬间封锁了整片苍穹。天罚！轰隆隆，无数恐怖的雷龙从太极图中咆哮劈下。这10几位绝世大妖纵然各显神通，拼死抵抗，却依旧在万年道行的绝对碾压下当场血肉横飞，骨头渣子迸溅。他们被雷霆击穿，千疮百孔，被死死封锁在空间里，陷入了无尽的绝望。我不甘心啊！难道我妖族就真的没有大能，只能任人欺凌吗？大妖们发出气血的嘶吼。道袍男子轻蔑冷笑：妖族大能，就算有，敢在他这万年天书传人面前冒头吗？可是下一秒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止键，漫天狂暴的雷霆陡然悬停。道袍男子猛地抬头，惊骇地发现，那遮天的阴阳太极图竟然像经历了万载岁月的冲刷，瞬间暗淡瓦解，灰飞烟灭。在所有大妖绝望的目光中，你一只神俊修长、不染一丝尘埃的大白狗踏碎虚空，降临在苍穹之上。你周身散发着皎洁的神辉，宛如一轮高悬的皓月。顷刻间，你体内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妖力，宛如大海决堤，轰然充斥在整片天地之间。哈哈哈，是我妖族的大能！那10几位奄奄一息的绝世大妖，看着你宛如皓月般降临的无上神威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纷纷跪拜。他们长期被人族大能镇压，如今终于体会到了有人撑腰的狂喜。前辈，镇压此人，扬我妖族神威！大妖们在身后兴奋地嘶吼。然而你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，淡淡吐出一个字：滚！10几个绝世大妖当场噎住，吓得连滚带爬讪讪逃离。你救他们不过是顺手，你从不以妖族前辈自居，你独一无二，杀人也杀妖，诛仙也灭佛，你行事只凭心中的那杆秤。此时的道袍男子脸上的高傲早已僵住，化作了难堪与阴沉。他死死盯着你，厉声呵斥：何方妖孽，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！给你3个呼吸的时间消失，否则要你万年道行一朝丧！你眼神毫无波澜，闪开，别挡道！你踩着虚空，一步步向他走去，每一步落下，天空中便荡漾起白色的波纹，瞬间化作惊涛骇浪席卷八方，天地变色。冥顽不灵，道袍男子彻底暴怒，眉宇间煞气翻涌，他双手猛然托起，大喝一声：移山填海！起！轰隆隆，远方2座千丈大山竟被他生生拔地而起，遮天蔽日的朝你狠狠砸来。雕虫小技！你又前爪在虚空重重一踏，身体瞬间剧烈膨胀，青筋暴起，你化作一头顶天立地的史前巨兽，头颅直接顶碎了那2座千丈大山。电光火石间，你那山岳般的巨爪，掌心神光璀璨，宛如举起一轮明月，朝他狠狠拍下。道袍男子脸色大变，疯狂施展挪移神通，暴退数千米，却依然被你一爪拍出的恐怖余波击中，狂吐鲜血，倒飞出数百米才踉跄稳住。他眼中满是狰狞与疯狂，怒吼着祭出绝杀。阴阳开天，9天之上，一黑一白2道阴阳之气轰然坠落，汇聚成一柄万丈庞大的阴阳巨剑，带着斩断阴阳、割裂昏晓的绝世锋芒，对准你当空斩下。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，你骤然抬头，双眼银光爆射，芳华，刹那芳华，岁月如刀，银光扫过之处，天地间的一切瞬间褪色成黑白。那柄不可一世的阴阳巨剑，仿佛瞬间经历了万载春秋的冲刷，布满斑驳裂痕，被你一爪子拍得粉碎，化作漫天齑粉。不仅如此，你一步踏出，咫尺天涯，瞬间闪现到他面前，巨爪再次当头劈下，给我挡！他疯狂祭出阴阳葫芦，死死防御，却被你震得狂喷鲜血。他彻底陷入了癫狂，双手结印，太虚火龙出，一条狰狞的火龙从葫芦中咆哮而出，迎风暴涨至与你一般庞大，恐怖的高温让大地赤红皲裂，火光染红了百里苍穹。你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
界，直接张开那气吞山河的深渊巨口。天妖之口，吞！那条不可一世的火龙竟被你一口生生吞入腹中。你七窍喷火，化作一座巨大的天地丹炉，冷哼一声，进了我的肚子还想翻天？我练了你！在道袍男子凄厉绝望的惨叫声中，你不仅将他的本命火龙彻底炼化，更迎来了惊世的蜕变进化。你的身形变得更加匀称修长，充满爆炸般的力量，颈部生出了雪白飘逸的鬃毛，尾巴化作一缕缕悬浮的流光。此刻的你神俊强大空灵，你炼化了我的火龙，竟然进化了！道袍男子双眼通红，气得再次狂喷鲜血，他自知不敌，愤恨地留下一句走着瞧，周身银光大作，狼狈逃窜。你一巴掌拍空，将大地砸出一个数百米深不见底的恐怖巨坑。终于没人打扰了，你收敛了庞大的法相，抬头望向那虚幻世界中的血色仙剑。为了藤子靖，为了去地狱敲开那扇死人的大门，你化作一道白光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那未知的秘境之中。你穿过虚幻世界的屏障，迎面而来的是足以让神佛都绝望的死局，脚下是滚滚翻腾的红尘火海，专克一切妖邪法力，头顶是激荡咆哮的铁血煞气，侵蚀万物神魂，两面夹击，冰火两重天。若强行横渡，哪怕是你这万年大妖，一身道行也会在2个时辰内消融殆尽，尸骨无存。退缩吗？那柄能救藤子靖脱离18层地狱的仙剑，就在海的彼岸。你不甘心，生死关头，你灵光一闪，你唤出脑海矿洞中挖出的那些橙黄碎石，将它们碾碎压缩，犹如一层厚厚的泥膜，严丝合缝的封死全身。你封住双目，屏住呼吸，顶着铁板烧一般的剧痛，在这片神明禁区中，犹如背着大山龟速飞行，硬生生熬了半年。当你精疲力尽的飞到尽头，眼前是一座正在被无尽虚无吞没的孤岛，而那柄传说中的血色仙剑正悬浮在岛中央。见到你，他爆发出狂喜的剑鸣，终于有人来了，快带我离开这快要崩塌的鬼地方！你警惕地让他认主，他毫不犹豫，吐出一道血光融入你的体内，那种血脉相连的羁绊无比真实。他急切地向你打探横渡苦海的秘法，你深知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等超纲的秘密绝不能泄露。你冷冷拒绝，将他收入丹田，转身就走。身后巨大的虚无吞没了一座座残破的仙岛，哪怕是通天的法相、古老的神佛，都在那虚无的崩塌中发出了震天动地的绝望惨叫，灰飞烟灭。你不敢回头，又拼了整整半年，终于冲破了那层屏障，重返人间。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，你大口喘息，疯狂吞噬着方圆数百里的灵气。那吞天噬地的恐怖异象化作巨大的漩涡，吓得周围的大妖和修士仓皇逃窜。可就在你以为终于能去接藤子靖回家时，一道红光猛然从你体内撕裂而出，那柄血色仙剑迎风暴涨，通天彻地，血色的雷电瞬间撕碎了漫天风云。哈哈哈哈！我终于出来了！如今世间已无仙佛，还有谁能与我争锋？那肆无忌惮的狂笑，带着君临天下的恐怖野心，响彻天地。你瞬间坠入冰窟，你终于明白了，如果一把仙气已经强大到足以无敌于世，他凭什么要给你当奴才？那所谓的滴血认主，从一开始就是他骗你带他渡海的骗局。你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施展神通，咫尺天涯，遁入空间夹层，死里逃生。呵呵，我的主人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虚空中传来他玩味的冷笑，一道血色剑光循着空间波动，蛮横地劈开了壁垒。你从虚空通道中狼狈跌落，肋间被劈开一道巨大的伤口，鲜血淋漓，将你那一身傲雪般神俊的白毛彻底染红。你冷冷地盯着他，心中满是无奈。血色仙剑在红光中化作了一个身穿血色长袍的桀骜男子，他眉心印着血剑，眼神睥睨，周身散发着仿佛能撕裂天地的恐怖气息。他看着重伤的你，残忍地笑了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如果你平平无奇，我或许会放你一条生路，但是你身上竟然有能横渡那2片海的惊天秘密，这个秘密大到连我都心动了。面对这恩将仇报的绝世凶物，你咬紧了牙关，为了老头，为了活下去，这一战避无可避。所以你今天真的不打算放过我吗？你沉声问道。肋间的伤口盘踞着可怕的仙家剑气，鲜血淋漓，根本无法愈合。化作血衣男子的仙剑冷笑着，既然得罪了，那就必须斩草除根，给你个机会，自己选个舒服点的死法。你心中一片冰冷，就算死，你也绝不窝窝囊囊的死。你是11000年的大妖，必须战死。你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，身躯瞬间膨胀，顶天立地。那山岳般的巨爪携带一轮明月，朝着他狠狠砸下，皮肤撼树。他轻笑一声，只伸出了一根手指，轰的一声，明月当空炸裂。你庞大的身躯犹如陨石般倒飞而出，伤口血流如注，犹如瀑布垂落。生死一瞬，你眼中银光爆射，芳华岁月之力席卷而出，天地失色。趁他被岁月光幕拂过的一刹那，你拼尽全力施展咫尺天涯，遁入了灰蒙蒙的空间夹层。你拖着几乎被开膛破肚的残躯，在虚空中拼命逃窜，用妖力死死粘合着伤口。可就在这时，虚空上方的血色雷电闪烁，那血衣男子的虚影犹如恶鬼般扭曲拉长，将你死死笼罩。跑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的挣扎只是徒劳。那只扭曲的大手铺天盖地抓来，你闭上眼睛，心中升起无尽的绝望。完了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空间夹层的最深处突然探出了一只灰蒙蒙的惊天大手，犹如拍苍蝇一般，毫无阻碍地狠狠拍在那不可一世的仙剑上。恩将仇报，还不依不饶，真当这世间没人治得了你吗？滚！一声冷哼响彻虚空，那柄能斩裂天地的血色仙剑，竟然被这股无形的力量直接放逐，不知所踪。你惊愕地望着那缩回雾气的大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世间果然有高人啊！此时极度的虚弱传遍全身，你再也无法维持神通，你犹如一颗天外陨铁，狠狠砸在了一个凡人的集市上，砸出深坑，激起滚滚烟尘。街上的行人吓得屁滚尿流，仓皇逃窜。可就在这混乱的角落里，你发现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，她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你，竟然没跑。你忍着剧痛走过去，问她为什么不怕。她天真的指了指自己扭曲变形的双腿，因为我没法跑啊，是几个叔叔弄断的，他们说这样就能要到很多钱，就有饭吃了。你看着她那诡异折断的双腿，眼中闪过一抹刺骨的寒光，这凡间果然还有那种恶毒的杂碎。你眼神复杂地看着这个小女孩，沉吟片刻说道：“你以后跟着我吧，有饭吃。”她偏着头，期待又忐忑地问：“那有菜吗？有肉吗？”
都有。好，我跟你走。他被那些人打断腿，碗里却只有吃剩的几片菜叶。如今你说有肉吃，他便豁出去了。你叹息一声，动用神力，让他残破的身体缓缓悬浮，落在了你宽阔的背上。虽然你重伤虚弱，但作为万年大妖，背个小丫头轻如鸿毛呀！大白狗，你会变戏法？他惊喜的欢呼。你忍着痛纠正道：以后要叫老爷。老爷。小女孩乖巧地点了点头。你背着他，犹如背着这世间最后的一丝牵挂，在那夕阳的余晖中，一瘸一拐的慢慢走远。你带着那个双腿残废的小女孩，在异国他乡的落寞小镇落了脚。你鸠占鹊巢，住进了一座豪宅。宅子的主人本是一头游戏红尘的千年大妖。你只用了一句“帮你挡下50年后的第2次千年大劫”，便让这位大妖当场狂喜，跪地磕头。他心甘情愿地化作老婆，带资进祖服侍你50年。在妖怪的世界里，能追随一位深不可测的前辈聆听教诲，是他10辈子修来的造化。时光匆匆，20年转瞬即逝。这20年里，你深居简出，那柄血色仙剑留下的剑气，蕴含着极高层次的仙佛之力，死死盘踞在你的内脏深处。你每日用脑海矿洞中的铁血煞气疯狂冲刷，也仅仅只恢复了外伤。你时时刻刻都要抽出至少1半的力量，去死死压制那股仙家能量的反噬。但即便处于这种残血状态，如今已经拥有13000年道行的你，也绝不弱于这世间的任何万年大妖。老爷，老爷！东保国的女夫子滕青青又有新作传过来了。当年那个满身泥污的小乞丐，如今已出落成一位美丽活泼的青衣少女，因为她长得太像幼年时的滕青青。这20年来，你一直把她当作亲孙女来养。邹雨林举着一本书册，兴奋地跑到你面前蹲下。老爷，这本书叫《白泽传》，这书中的主人公竟然跟您同名类。你看似趴在院子里睡觉，实则在疗伤。听到这话，你缓缓睁开眼，深邃的眼底露出一抹温和的笑意。这本书写了什么啊？你微笑着问。少女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，写的是一只名叫白泽的灵兽，年轻时陪着滕公相依为命，在滕公晚年时，他怒退恶鬼，日行万里，暴雨3日，引渡百万亡魂，甚至让春江之水不敢越过雷池半步。此书一出，天下震惊，让无数文人都向往能有这样一只灵兽相伴。你似笑非笑地看着小脸微红的少女打趣她，是不是和河边那个打铁的小子一起看的书？邹雨林羞涩地低下了头，声音细若蚊蝇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也该出嫁了。你笑着说。听到你的话，他本能地欢呼了一声，却又瞬间红了眼眶，满脸羞愧与委屈。老爷，我舍不得你，当年他孤苦无依，双腿折断，是你给了他一个家，让他过上了大小姐的日子，为了爱情就抛弃养育他的你，他于心不忍。你看着这个懂事的小丫头，收起了打趣，眼神变得无比慈祥。那小子我仔细看过，虽然只是个打铁的，将来也没什么大出息，但他心地善良，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你让他打起斤酒来，陪我一醉方休，这门亲事就算定了。少女满脸惊喜，但紧接着又露出了深深的担忧。可是老爷，您要和他喝酒，他要是知道了咱们家的情况。邹雨林早已知晓世事，也清楚将他养大，被他视为亲爷爷的你，其实是一只妖怪。普通人如果知道真相，必定会吓得屁滚尿流，甚至去报官，去请高人降妖。他害怕一旦事情败露，他不仅会失去爱情，还会失去他最亲的你。看着满脸愁容、小心翼翼的少女，你突然泛起了一抹神秘的微笑。呵呵，你真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轻描淡写的告诉邹雨林，那个在铁匠铺里挥汗如雨的穷小子牛布，其实早就识破了自己的妖怪身份。你看着邹雨林那张惊愕到张大的嘴巴，嘴角勾起一抹看透红尘的笑意。你告诉他，那个老实巴交的青年，最初知道自己是一只活了万年的大妖时，吓得双腿发软，屁滚尿流，甚至连夜想去衙门报官，想去名山大川里请高人来降妖。可是当恐惧退去之后，他最终做出的决定，却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，死死攥着一把生锈的杀猪刀，翻过了我们家高高的院墙。他手脚发抖，冷汗湿透了衣衫，却依然想要把心爱的女孩从这妖怪的魔窟里救出去。那个出身贫寒的放牛娃，一直在用他那笨拙却又无比孤勇的方式，为他心爱的姑娘负重前行。他把所有的恐惧都独自咽下，只为了在女孩面前维持那一份岁月静好。邹雨林听完，早已是泪流满面。3天后，那个挺拔的青年驾着一辆绑着红绣球的破旧牛车来提亲了。他拿出了积攒多年的打铁钱，买了一坛10两银子的女儿红。当他跨入院子，直面你这只威风凛凛的大白狗，以及你身后那深不可测的2个大妖时，他吓得舌头打结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可他依然死死护着那坛酒，像是在守护他全部的尊严与爱意。两人成婚的那天，你这只活了上万年的大妖，破天荒的喝得酩酊大醉，寿命太悠久，见惯了太多的聚散离合。有时候活得太久，本身就意味着要承担无尽的愁绪与沧桑。你本想借酒浇愁，却不料在这场热闹的露天婚宴上，嗅到了最肮脏的恶念。当年把邹雨林打断双腿，逼他去街头乞讨的几个人贩子杂碎，竟然也混在人群里混吃混喝。他们不仅认出了曾经的摇钱树新娘子，甚至在酒足饭饱后，贪婪地盯上了趴在柳树下睡觉的你。这只狗要是卖出去，绝对是天价。他们蒙上面巾，拿着麻袋，蹑手蹑脚地朝你靠近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可他们这群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，自己妄图染指的是怎样恐怖的禁忌。你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，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没有改变，独属于妖怪的灾恶之力便化作丝丝缕缕黑色的死气，无声无息地缠绕了他们。下一刻，这几个恶贯满盈的人渣，犹如被无形的水草死死缠住的石头，直接被拖入了旁边那条浅绿色的春江之中，没有挣扎，没有水花，甚至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。他们在冰冷的河床底静静地漂浮，绝望地溺亡。岸上的婚宴依旧欢声笑语，没人知道几个畜生刚刚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下了地狱。2年后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，牛布和邹雨林的孩子降生了。孩子第一声啼哭，竟生生压过了苍穹之上的滚滚天雷。而就在你站立的屋檐下，院子地面的石缝里，竟奇迹般地钻出了一颗嫩芽。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生长，眨眼间爬满了晾衣杆，开出了一朵散发着神圣金光的花。藤蔓的叶片上，隐隐有金色的蝌蚪道纹在游动闪烁。你看着这一幕，眼神深邃，那是伴随有缘人而生的天书大道。这个取
取名叫牛氏，小名小世子的男孩，注定是为了这煌煌大道而生。时光匆匆，一晃10年，10岁的小世子展现出了远超凡人的神意。那条淹死过人贩子的春江底，水鬼作祟，妄图将小世子拉下水做替死鬼。小世子站在杨柳依依的河畔，脸上挂着孩童最天真灿烂的笑容。几位叔叔，我娘说她永远感谢你们当年的大恩大德，所以让我送你们几件礼物。他从怀里掏出几片从门前天书葫芦藤上摘下的金色叶子，轻轻扔向河面。我谢你8辈祖宗，你不得好死！在水鬼们绝望凄厉的咒骂声中，金色的叶子落水即燃，整条江水瞬间腾起滔天的金色光焰，照亮了半边苍穹。大道之光照耀之地，邪祟不存。那几个人贩子化作的恶鬼，在极致的痛苦中彻底灰飞烟灭，连转世的资格都被剥夺。小世子扑进母亲的怀里，眼神清澈而坚定。娘，他们不是人，是畜生。我不是冷血无情的人，我心中有善恶，我会分辨好人和坏人的。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打铁匠牛部，握着杀猪刀站在一旁，看着自己的妻儿，露出了山一般踏实的微笑。普通人的脊梁照样能顶天立地，可是人间的岁月却总是伴随着血与火的动荡。正如你当年预料的那样，月轮王朝的气数走到了尽头，皇宫武库之上，双鱼有顶，阴阳相冲，兵戈之灾轰然爆发，义军四起，军阀混战。这一打就是整整10年的乱世，山河破碎，尸横遍野，十室九空，战火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。随着文明的崩坏，月轮国境内的红尘之火空前衰弱，于是妖祸降临了。无数隐匿在深山老林里的妖魔邪祟倾巢而出，屠戮村庄，肆虐城镇。滔天的妖气甚至开始反噬人族最后的红尘之火。你站在云端，俯瞰着这生灵涂炭的人间，眼中终于燃起了冰冷的怒意。你从来不觉得妖怪就应该吃人修炼，这群作乱的妖孽是在坏了天地间的规矩。你悬浮在苍穹之上，发出一声震碎云霄的怒吼，血眸开。刹那间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波动，以你为中心，瞬间笼罩了整个月轮王朝的疆域。王朝境内，数十万头正在作恶的妖怪，无论道行深浅，全都在同一时间双眼通红。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受控制，你的意识如同君临天下的神明，蛮横地入住了他们的躯壳。那些罪孽深重的恶妖，在你的意念之下，身体当场炸开，形神俱灭；而那些作恶较少的，则被你死死震慑，诚惶诚恐地缩回了洞穴，再不敢出世。仅用了1天时间，你便以一己之力，生生平息了一国之妖祸。月轮国境内濒临熄灭的红尘之火，终于得以喘息。12年后，大圣王朝立国，气运金龙在皇城上空凝聚，人族的红尘之火再次旺盛如初，普照天穹。而就在这新朝立国之日，整个大圣王朝上空的红尘之火，竟然化作了一把通天彻地的巨大火炬。火炬的最顶端凝结出一缕最纯粹的感激之火，径直飞入了你的脑海。那颗潜藏在你脑海深处的神秘珠子再次发光，竟然在你的精神世界里，硬生生开辟出了第2座矿脉，一座专属于人族红尘之火的无尽矿洞。你气得在心里破口大骂，这珠子简直不当人，偷了军队的铁血煞气不够，现在连人族王权的红尘之火也要偷。骂归骂，但作为一只务实的狗，你还是心安理得地分出一道元神，化作金刚狼爪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双开挖矿生涯。矿洞之中无日月。当你再次因为心有所感，将意识退出脑海时，你看到已经长大的牛氏红着眼眶，双膝重重地跪在你的面前。太公，我爹娘去了。你恍惚了片刻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无法掩饰的落寞。你站起身，用宽大的手掌拍了拍牛氏的肩膀。生老病死都是命中注定，看开点。几天后，小河边多了2座新坟，那个憨厚老实的牛部，那个被你当亲孙女疼爱的邹雨林，终究还是没能抵过凡人的寿命限制，没入了冰冷的黄土。牛氏在父母坟前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，抹去眼泪，眼神变得无比坚毅。回到院内，他走向那株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葫芦藤，随着他的靠近，干枯的藤蔓上，那颗紫色的葫芦爆发出璀璨的神光，吸进了所有的金色蝌蚪道纹。太公、外公，我去了。牛氏对着你和石头金邹岩深深一拜，化作一道冲天的流光，消失在了东方的天际。你静静地目送着他离开。你早就知道，他生来就是为了追寻大道，只是为了尽孝，才在这偏僻的小镇蹉跎了数十年。如今羁绊已了，他犹如雏鹰展翅，终于要去搏击属于他的9万里长空了。时光继续无情地向前奔涌，在这段岁月里，大黑熊熊万里将他的干妹妹接到了白鹤山。熊万里那个奇葩的审美，一直向你抱怨这个妹妹长得有多丑。可当你真正见到她时，却发现这名叫水鱼儿的青鱼精，分明是一个清丽脱俗、乖巧温婉的绝美少女。她看你的眼神里总是闪烁着崇拜的小星星，心甘情愿地留在你身边端茶倒水。又过了几年，你隐居的宅院上空，雷声滚滚，黑云压顶，你终于迎来了属于你的第2次100年天劫。只要度过此劫，你将拥有整整2万年的道行，并彻底化作人形。没有任何意外，那朵看似气势汹汹的小天劫，在感受到你那深渊般的恐怖气息后，只能屈辱地化作一阵小雨，灰溜溜地飘走了。在突破的刹那，天地间异象丛生，虚空生金莲，光雨洒满山林。在一阵炽热的神圣白光中，你那庞大的腰躯开始融化重塑，光芒散去，一个一袭白衣、白发如雪、儒雅俊秀的男子，静静地站在了天地之间。你气质深沉，平静如水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返璞归真的绝代风华。水鱼儿看得呆了，小脸羞得通红。你终于完成了从妖道人的完美蜕变，拥有了整整2万年的无上修为。可是就在你化形成功的这一刻，你的心头突然毫无征兆地抽搐了一下，一股冷透骨髓的悲伤像无形的毒蛇般死死缠住了你的心脏，没有由来，却带着令人窒息的宿命感。水鱼儿红着眼眶，带来了一个震动天下的消息：人族文圣滕青青在大夏天朝离世了。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，你面无表情，但视线却彻底模糊了。那个当年最喜欢吃不要钱的糖葫芦，那个总是骑在你背上撒丫子狂奔，那个奶声奶气喊着白爷爷来追我呀的小女孩，终究还是化作了一张岁月的黑白底片，被时间的狂风彻底吹散。她活了139岁，在这漫长的一生里，她创立了白泽书院，开启了女子入学的先河。她游学大夏，以一己之力拜尽天朝所有顶尖大儒。
他更是携着这股浩然大势，硬生生砸碎了千万年来的封建铁律，促成了女子入朝堂的千古壮举。他写下了《白泽传》《百国游记》《浩然正气篇》等无数流芳百世的著作，成为了继李胜、乐胜之后人族历史上的第3位圣人。文胜他下葬的那天，整个人族的大儒民宿、各国皇帝，甚至那至高无上的大夏人皇，都亲自前去吊唁。你低声呢喃着：“你不是丰盛了吗？你不是丰盛了吗？”悲伤没有像雷霆般爆发，而是像一艘进水的纸船，在你的心底缓缓沉没。你带着水鱼儿回到了东保国，你一步步登上了他留在这世上唯一的道头——白泽书院。书院的后山是埋葬他的禁地。当你踏入这片区域时，整个后山被一股磅礴到极致的浩然正气照亮。若是寻常妖魔踏入，顷刻间便会化作飞灰。就算是修行高人，也会被这股圣人威压震得寸步难行。可是你惊愕地发现，这股足以毁天灭地的浩然正气落在你身上，却如同春风拂面，没有丝毫的压制与排斥。直到这一刻，你才如梦初醒。这些年来，你身上那属于妖怪的邪祟之气早已被洗涤干净。你终于明白，滕青青写下那本名震天下的《白泽传》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文坛虚荣，他是为了在全天下人的心中为你证明，他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和圣人的声望，洗刷掉了你妖怪的剑籍，让你成为了被天地认可、被人族敬仰的灵兽。只要你不为祸人间，不管是人族王朝还是满天神佛，谁敢动你，就是倒行逆施，罪孽深重。这个天下最聪明的小姑娘，哪怕是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化作了黄土，也依然在用她那浩瀚的圣人之威，为你遮挡着这世间所有的恶意与风雨。你走到那座简朴的汉白玉坟冢前，坟前站着昔日东保国的第2才女姜思瑶，和她身边那条瑟瑟发抖的青色蛟龙。那条蛟龙在感受到你身上2万年盖世巨妖的气息时，吓得几乎要当场失禁。你没有理会他们的恐惧，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一串红艳艳的糖葫芦。你缓缓蹲下身，将糖葫芦轻轻放在墓碑前，你抚摸着冰冷的墓碑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无尽的沧桑与温柔：“丫头，白爷爷来看你了。”听到这句称呼，姜思瑶如遭雷击，终于认出了你的身份。她红着眼眶告诉你，她是受青青生前所托，特意在此等你。青青留下遗言，《白泽传》的原始手稿存放在大夏天朝的崇礼学宫，里面给你留了一个惊喜。你听完，心中满是苦涩与感动。这个傻丫头到死都还在为你谋划。离开书院后，你回到了巴陵郡的滕家老宅。物是人非，当年那个在书房里给年轻人写信的老头不在了，那个总是笨拙的给你捏肩膀的滕庚辰不在了。如今的滕家，连滕庚辰的几个儿子都已经老死入土。从大门里走出来的稚嫩孩童，用陌生而礼貌的眼神看着你，脆生生的问你找谁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你苦涩的笑了笑，伸手摸了摸那孩子的头顶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离去。在巴陵郡淅淅沥沥的小雨中，你那孤寂的背影彻底与这段跨越100年的尘缘告别。最后，你来到了春江郡的钟府。今天是忠义公钟怀泽的129岁寿辰。当年那个在父亲钟无泪灵堂前捂着嘴不敢出声的10岁小男孩，如今已是满头白发，威严赫赫，连皇帝都要忌惮3分的3朝元老。你没有请帖，一袭白衣，一步一步走进了喧闹的钟家大院。喧嚣声瞬间死寂，管家厉声驱赶，侍卫们拔刀相向。可坐在轮椅上的钟怀泽却死死地盯着你，他呼吸急促，双眼通红，拼命挥手让后辈将他推到你面前。他颤抖着凑近你，闻了闻你身上的味道。这位见惯了尸山血海、朝堂风云的老人，在此刻竟然泣不成声。他双手死死撑着轮椅，生生从上面跌落在地，当着满院权贵和侍卫的面，重重地跪在你的脚下。怀泽，给2外公请安。全场石化。你看着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，目光温和如水。100多年了，怀泽，连你都老了。你轻轻将手放在他的头顶，他让身后那一对金童玉女般的曾孙给你重重地磕了18个响头，额头磕出了血。你拂袖抹去他们的伤痕，轻飘飘地留下一句足以让天下疯狂的谶语：钟家将有18代的鼎盛繁华。满座宾客眼红嫉妒，纷纷想要下跪求取富贵，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腿仿佛被钢铁浇筑，怎么也弯不下去。你看着他们，眼神淡漠，无缘者不得拜。半年后，钟怀泽寿终正寝，举国同悲。东保国新继位的惠帝终于熬死了这个心头大患，他贪婪地想要将你强行抓去皇宫，当做镇压国运的护国神兽。那些被皇权供养的道士仗势欺人，跑到你面前出言威胁，你连眼皮都没抬，一股浩瀚的神威自天穹压落。既然立场不同，那就给我下去吧。那几个道士惨叫着从半空坠落，根基碎裂，千年的道行被你一招生生打落凡尘。当夜，你的神念跨越万里，化作一条炽热的赤红火龙，无视了皇宫那足以焚灭万法的红尘之火，直接悬浮在了惠帝的御书房内。在那位天下至尊和武功高强的老太监惊恐绝望的目光中，火龙毫不留情地穿透了惠帝的胸膛，斩你3年寿命，小惩大戒，好自为之。你那威严如神灵般的声音在御书房回荡，吓得这对君臣跌坐在地，庆幸着劫后余生。你带着水鱼儿一路向东，踏上了前往大夏天朝的漫长旅途。你们没有腾云驾雾，而是用双脚丈量着人间的山川神秀。8年后，你们终于抵达了大夏天朝的边境，这里是人皇治世的绝对正统，滔天的红尘之火与10万御林军的铁血煞气交织，形成了万法不存的绝对境地。刚踏入这片土地，水鱼儿身上那微弱的妖气就被红尘之火点燃，疼得惨叫连连。你轻叹一声，伸出手指点在他的眉心，凭借着文圣封正的灵兽身份，你强行为他官方背书，洗去了他的妖邪之气，让他得以在人族圣地自由行走。在路过一个繁华集市时，你看到一个8、9岁的小男孩，正因为想吃一个热腾腾的肉包子而在泥地里撒泼打滚，而他那个衣着朴素的母亲，因为要留着每一个铜板去给重病的丈夫买药续命，只能含着泪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地打他的屁股。周围的行人心生不忍，递来包子，却被母亲哭着婉拒。你静静地站在街道的尽头，看着那对母子窘迫而悲伤的背影，眼神复杂到了极点。哪怕相貌变了，气质变了，你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男孩灵魂深处的印记。原来你已经转世了吗？你低声呢喃，声音里带着跨越了100年的酸楚与释然。那是滕子敬的转世，那个曾经意气风发、一身傲骨，为了你宁愿
下18层地狱承受无尽酷刑的干净老头，如今却转世成了一个连肉包子都吃不起，只能在泥地里打滚的农家稚童。你化作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中医，走进了那个四面漏风的破败小院。你拿出几根银针，行云流水般扎下，生生将那个骨瘦如柴、濒临死亡的汉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在夫妻俩感恩戴德、泣不成声的磕头声中，你摸了摸小男孩的头，留下一句寒门当出贵子，转身便走。等一下，小男孩突然大声叫住了你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喊出声，只是看着你那萧瑟的白衣背影，心底涌起一阵莫名的恐慌和空落。他窘迫地抓着衣角，忐忑地问：“那个，我们还会再见吗？”你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你目光温和地看着他，犹如当年在破庙里，他看着那只脏兮兮的小狗。你轻轻摇了摇头，不会了。为什么？男孩追问。你沉默了许久，然后突然抬起头，迎着漫天的雨丝，洒脱地笑了起来。因为缘尽啊！你潇洒地转身，在蒙蒙细雨中越走越远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前世是前世，今生是今生。他不再是那个与你相依为命的穷书生，你也不再是那只躲在他怀里瑟瑟发抖的小白狗。把那份最珍贵、最刻骨铭心的情谊永远留在心底，不去打扰他新的人生，这是你对他最后的尊重。缘起时，你在人群里看见他；缘灭时，你看见他在人群里告别了前尘。你终于踏入了那座宛如史前巨兽般的大夏京城，在这里，万法皆空，连绝世大妖都得像凡人一样不行。可你却百无禁忌，你刚一靠近，漫天的金色霞光便化作神圣的漩涡，笼罩了整个京城上空。你用浩荡的雷音宣告天下：在下白泽，3日后拜访崇礼学宫。全城沸腾。白泽传流传了80多年，你不仅是书里活着的传奇，更是天下读书人心中高山仰止的图腾。3日后，你带着水鱼儿，在无数权贵、才子、狂热少女的簇拥和尖叫声中，一步步踏入了崇礼学宫的大门。在学宫内，面对一位研究围棋一辈子的大儒的讨教，你仅用了不到20个回合，就杀得对方双眼通红，握着棋子的手抖如筛糠，颓然认输。你笑着说自己是乱下的，却让全场大儒对你更加敬畏如神。随后，学宫公主聂昌云带你来到了最神圣的圣贤殿。大殿的尽头矗立着2尊巨大的雕像，右边的那尊一袭白衣，儒雅端庄，风华绝代，正是滕青青。你看着那尊冰冷的雕像，鼻子止不住的发酸。当年那个喜欢穿红衣、绝世轻狂的小丫头，为了收敛锋芒，成为人族的定海神针，最终换上了白衣，永远定格在了这座大殿里。在偏殿的神龛前，聂昌云郑重地将那本散发着浩然正气的《白泽传》原始手稿交给了你。当你翻开书页的第一句，便彻底破防了：鱼游览天下山河，偶遇云间奇花，听闻对妖族有益，摘之以长者。原来他不仅用这本书为你洗去了妖怪的身份，更在书里为你封印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造化。书页翻动，光柱冲天，一朵流光溢彩、神圣无瑕的云中之花，在京城的万丈高空轰然绽放。那是仙界崩塌时逃出的神药本源，是万年难遇的红尘奇景。天下无数大能眼红嫉妒到发狂，却因为京城禁法的规则，连飞都飞不起来，只能干瞪眼。滕青青算计好了一切，他知道如果在外面给你，定会引来无数大能的追杀，所以他把花藏在了万法皆空的京城，藏在了天下文人的圣地。唯有你在这座人族圣城中，从容地伸出遮天蔽日的大手，将那朵奇花连同云彩一把薅走。你闭关整整2个月，将其彻底炼化。你在花的记忆残片中看到了仙界崩塌的可怕景象，看到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仙佛在火海中绝望哀嚎、灰飞烟灭的惨状。你抵挡住了那股虚假的飞升诱惑。出关之日，你的道行再次暴涨1万年。如今的你，已经是一尊拥有31000年恐怖修为的无上存在。